神话里的七大仙果，最差的一种凡人吃了都能长生不老，成仙做祖轻而易举。最后一种乃是佛祖造就，只要接触就能增长经世智慧。七大仙果第一位，仙杏，生长在终南山玉柱洞中，全天下就只有这么2个果实，蕴含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被云中子的徒弟雷震子吃下后，化作蕴含风雷之力的一对翅膀，战力直接堪比哪吒等人。要知道哪吒、杨戬都是来历非凡，一个是灵珠子转世，一个是玉皇大帝的外甥，天资斐然不亚于补天时孕育的那只猴子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是修炼了很长时间。而雷震子不过一介凡人，在此之前说是手无缚鸡之力都不为过。可在吃下2颗仙杏之后，瞬间得到飞升，拥有仙人级别的战斗力，可以肆意的召唤风雨雷电，速度更是举世无双。风雷本就是最快的属性，两者搭配起来就是同级别无敌。要知道当时的雷震子才7岁，吃完仙杏之后，你说他27都有人信。位列7大仙果名副其实。7大仙果第2位，蟠桃。这玩意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3000年一数的吃了都能成仙得道，那9000年的更是授予天启，日月不灭我不灭，并且没有门槛，凡人吃了也是一样的效果，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只有王母的寿宴上才能吃到，哪怕托塔天王这个等级的神仙，也不过是分个2、3颗。想要把蟠桃当饭吃，除非你已经做好大闹天宫的准备。蟠桃的珍贵也有过具体的体现，传说有一年因为哪吒的顽皮，7颗蟠桃无意间掉落人间，被7个动物吃下，瞬间就化作人形，成了为祸一方的霸主妖魔。哪怕神仙下凡也要费一番手脚，可见蟠桃蕴含的能量有多庞大。3界的生灵谁要是有幸吃上一口，绝对是莫大的荣耀，难度比唐僧肉也丝毫不差。7大仙果第3位，人参果。既然都提起蟠桃，那么自然少不了人参果。这2个可以说是仙果当中的巅峰，人参果比起蟠桃还要更加珍贵。蟠桃树有3600棵，分成3个时间成熟，而这人参果树却只有1棵，1万年一成熟，只有30个果子，闻一闻就能活360岁，吃一个活48000年。就是说，如果1颗人参果流落凡间，凡人们排着队去闻一闻，那么人族的寿命瞬间提升好几倍，位列仙班的几率也能大大增加。不过可惜这是不可能的，人参果被镇元子视为宝贝，哪怕拜访3清祖师，也不过带上2、3个，一般的妖魔鬼怪更是想都不要想。唐僧之所以有幸吃到，也是因为前世作为金蝉子的好人缘。镇元子可不是一般的角色，他的地位都能跟3清祖师平辈论交，由此可见佛祖等人见面也是差不到哪去。传说镇元子乃是洪荒时期的道，以无上的大法力塑造的仙境，用神器地书合拢大地胎魔，世界和他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有着超然的地位也理所应当。7大仙果第3位，先天葫芦藤。生长在世界的支柱不周山上，一共结下了7个先天7葫芦，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7色。但这玩意并没有像葫芦娃一样变成7个人，哪怕山石树木都能化妖。可这几个葫芦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孕育，很快就被一群先天神魔发现，分作7件厉害的宝物，被女娲、三清、路鸦、红云等大能所得到。其中比较有名的为太上老君的紫尖葫芦、女娲的招妖葫芦等。这2件，一个让猴子欲仙欲死，一个召唤3妖灭了大伤，都可谓是赫赫有名。紫金葫芦对于老君来说只是个盛放丹药的容器，葫芦内藏3味真火和玄冰寒气，皆有2仪法力，2股真气相生相克，自成乾坤，可吸纳万物，吞噬天地。而葫芦藤也没有浪费，被女娲用来创造人族，凭借大功德成为功德至宝。另外这一系列最有名的其实在路鸦道人手里，那就是斩仙葫芦，堪称古往今来最强大的杀伐至宝，只需轻轻的呼唤一声，大罗金仙就会身死道消。由此可见这几个葫芦的潜力无穷。7大仙果第4位，黄钟李。黄钟李生长在昆仑仙岛上的龙月城，归西王母所有，是比蟠桃珍贵许多的东西。与蟠桃相比，成熟更加困难，1万年一开花，1万年一结果，1万年一成熟，足足3万年才有9个果子。单凭这个条件，蟠桃和人参果就没法比。众所周知，物以稀为贵，黄钟李这么稀罕，怕是只有3清4御级别的才吃过。洪荒志曾经记载，其花形状好似莲花，其果形状好似珠轮，花果之上皆天生有黄钟2个字，所以才叫黄钟李。神仙若是闻一闻花香，可得万载道行；若是有幸吃1颗果实，可瞬间成为大罗金仙。此灵根位于昆仑山上，四周有混沌元气笼罩，如果未经主人允许私自进入黄钟李所在地，将会被混沌元气撕成粉碎，无法转世，万劫不复。这果子可以说是仙果的巅峰了，吃下就是大罗金仙，简直令人难以想象。大罗金仙可不是什么随处可见的杂草，每一位都赫赫有名，二郎神杨戬也顶多是这个境界。由此可见黄钟李的变态程度。7大仙果第5位，火枣。
此物乃是封神当中的极品仙果。哪吒在太乙真人处养伤时，太乙真人赐给他3杯酒，又顺便从袖内拿出3颗枣，让他尽数吃喝服下。哪吒刚吃了没一会儿，就觉得浑身发热，不一会儿左右奇想，长出6只手2个头来。哪吒因此才有了3头8臂之体，配合火尖枪、乾坤圈等顶尖法宝，无敌的哪吒才算真正诞生。西游封神里的神仙和妖魔都有武艺这一项技能，代表人物就是肉身强悍的几位。杨戬、哪吒齐天大圣，见面冷兵器先打一波，寻常的法术对他们作用不大。3头6臂是一种法相神通，可以更好的施法作战。虽然没有前面的经验，但这火枣也算是非常实用。7大仙果第6位蛟鲤，曾有神仙记载蛟鲤活枣，此则腾飞之药。这里的腾飞不是能够飞行的意思，而是吃了蛟鲤就能羽化飞升，正道成仙。在西游记里，赤脚大仙曾在玉帝为如来佛祖举办的庆功宴安天大会上献上蛟鲤2颗，活枣数枚。如果蛟鲤只是拥有飞行效果，赤脚大仙恐怕也不好意思献给佛祖，毕竟有资格面见佛祖的哪一位不是成仙做祖万万年，飞行又有什么稀罕？相反，吃了就羽化飞升，这效果还挺不错的。神仙佛陀们可以用来点化凡人。7大仙果第7位菩提果，相传古代有一位老妇女常年吃斋念佛，每天烧香跪拜菩萨，一年4季从不间断。有一年春天，当地连降大雨，使得山洪爆发。当大水冲到这位老妇女门口时，突然从天上掉下一粒菩提果，落地生根开花，大水便绕道而走。从此家家都在自家门口前种一棵菩提果树，用来消灾驱难，保佑平安。在西天极乐当中，菩提树无疑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树木，因为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领悟了大道真理，创建了极乐世界，所以菩提是智慧的象征。菩提果代表修行的智慧之果，当有佛门弟子修行到顶点，便被称为无上菩提。菩提树结出的菩提果妙用无穷，常人佩戴可以增长智慧，水火等灾害无法侵犯，邪魔外道更是不敢靠近。此乃圣洁之果实，代表佛祖的意志，在7大仙果当中也是极为特殊。它不是先天就妙用无穷，而是佛祖悟道之时沾染佛法气息，从而变得超凡脱俗，潜力可谓是无穷大，比起蟠桃也丝毫不差。7大仙果个个非凡，那么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